姐姐被8个禽兽凌辱致死。她死前将我藏在马车底下的暗格，用自己的身体遮住了开关，并叮嘱我千万不要发出任何声响。姐姐痛不欲生的惨叫不停地在我耳边回荡，血水顺着马车缝隙流下，全部滴在了我的脸上。整整3个时辰，她最终没了气息，一只玉璧从车上坠落，手上还紧握着一只玉簪。那人跳下马车，一边整理腰带，一边从我嫡姐手上拔出玉簪。这小娘子看着娇弱，却还有些性子，是想拿我的玉簪当证据吧？握得还挺紧。是他，就是他杀了我嫡姐。也就那样吧，贵族家的小姐总是那么矜持，若是花楼里的姑娘，至少能坚持5个时辰。是他欺负了我嫡姐。行了，报了断我财路之仇，也该走了。这次就当给江御史家一个教训，再有下次就轮到他第2个女儿了。我的心凉透了。这个人当我姐惨叫的时候，他还冷笑着骂我姐咎由自取。他们离开后，我被救了出来。再醒过来时，家里所有人都在哭，我娘当场就病倒了，疯疯癫癫了很久，只撑了3年便去了。我爹也颓废了，整日借酒消愁。爹，你不想为嫡姐报仇吗？直到我说了这句话，他才彻底清醒，从御史一路做到了丞相之位，但仍然没有查清是谁动的手。而我今年已经15岁了，圣上下旨将我许给了临安侯温景为妻。我没有反对，因为临安侯府势力庞大，或许等嫁过去后，可届时查到害我嫡姐的凶手。我爹听了我的提议，也表示同意。如今不过4年，他已是满头白发。我看着他雪中的背影，想着他前几年的意气风发，心中酸涩。丫鬟为我披上披风，扶我上马车前往宫中。今日皇上新得了一位嫡皇孙，所以高兴地宴请群臣与各府的夫人小姐。宴会上，我见到了与自己定亲的临安侯温景，他生的一副姣好相貌，身姿英武，远远见我也是一脸的惊喜之色。我的容貌自是不比嫡姐差的，我故作娇羞，低下头去。他还不知道我有病，在嫡姐被糟蹋的那个晚上，我便对男女之事没了半点兴趣，甚至是恶心，装出这般小女儿情态，不过是不想让我爹伤心难过罢了。宴会上觥筹交错，可我厌恶这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做派。我无聊地站起来，打算去欣赏一下宫中雪景。这雪景真是漂亮的很，尤其是那红梅。突然脚下一滑，我差点摔倒，这时一只大手扶住了我。没事吧？原来是我那未婚夫温景。我站稳后连忙回话，没事，多谢侯爷。刚说完就觉得脚踝一阵刺痛，我不由得嘶了一声。你是伤了脚踝吧？我扶你过去坐下。他这个人看起来温文尔雅，又很是温柔。很疼吗？很疼啊！我的心在一瞬间似被冰冻，几乎难以呼吸。好半天，我才压住了心里的惊恐，并将其化为了兴奋。再抬头时，我的神情已经是女儿家的娇态，笑得一脸羞怯。侯爷当真温柔，倒是小女子失礼了。小女子斗胆，不知郎君可否早些娶我过门？说完之后，我又十分后悔，马上掩住口，懊恼地低下头。哎呀，不是的！我一着急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小姐莫哭。回去我便准备聘礼送到丞相府上。温景一脸温柔地看着我，似乎把我当成了一个爱慕他、心急着嫁给他的无知少女。我则害羞地连连点头。宴会后，我被他亲自送回家中。待见到父亲归来，我便让左右退下，浑身的力气在瞬间被抽空。我爹坐在地上又哭又笑。江念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爹，我找到了杀害嫡姐的凶手。什么？是谁？于是我将宴会上发生的事说了一遍。他有些不敢相信。他年少便接任临安侯之位，我们并无交集。到底哪里得罪了他？我也不知道，这么多年都没有查出来。但是既然知道3人中有一个是他，那便总会水落石出的。当然，我还要通过他查出另外2个人。他很快便真的来提亲了。年关时，我便嫁进了侯府。侯府看起来十分富庶，他对我也是百般温柔。我每日都要黏着他，喜欢与他撒娇。他的疑心非常重，我不敢有半点差错。这日我听说他在前院接待客人，就直接跑了过去。结果看到2位都是书生打扮的男人，一个面上有疤，一个则看着非常和善。那个和善的男人头上戴着一只别致的玉簪，4年前他通身都染上了嫡姐的血。侯爷，妾身不知你有客来访，扰了你的事，这就回去领罚。敢来都来了，侯爷不介绍一下2位客人吗？免得妾身以后不知他们身份，发生了什么误会就不好了。你呀，真是调皮。他无奈地与我介绍说，这2位是他的好朋友，他们也都向我行礼。找到了，就是这2个人。我心里已是恨意滔天，但表面的笑容不变，直接做了个鬼脸便跑出去了。但我没急着去报信，心急了容易被这些老狐狸抓住把柄。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我装成心情十分不好的样子，打骂起了丫头和婆子们。温景回来后，竟然一反常态地掐着我的下巴。我是不是讲过不许进前院？为何不听？还是说夫人你有什么别的心思？我知道他是怀疑了，马上换上委屈的表情。我就是有些难受，想你陪着我。你便是为了那些朋友，要这般对我吗？温景皱了一下眉，而我就顺势恶心地呕了起来。孩子按照我的安排出现了，温景怔了一下，马上叫来了大夫给我诊脉。那大夫很肯定地说我有孕了。温景哈哈大笑，重赏了众人。你是不是有了孩子便不喜欢我了？我看起来很伤心，眼泪都快掉出来了。怎会，夫人？
你和孩儿对我来说都十分重要。我摸着自己的小腹，一副有了孩子便心满意足的模样。他深深地看了我好几眼，最后眼光落在我的小腹上，才算是露出了一丝真正的笑容。我自幼无亲人，一个人支撑着这个家，如今终于要有亲人了。那我也是侯爷的亲人啊！我抱紧了他的腰身，身子柔软的不像话。2日后，我们回到了丞相府。父亲在知道我有孕之后，露出了难得的笑容。我的女儿自幼便是被我疼爱培养的，还请临安侯定要多多包容才是。这女子怀孕脾气便会变得不同，不要嫌弃她骄纵才好。温景满口答应下来。爹，这是我亲自做的栗子糕，您不是最爱吃吗？趁着我现在还能做这些，以后就不一定了。等我肚子大起来，就没有办法进厨房了。你好好养身体，不必总做这些没有用的事。夫人偏心，怎么就只做给岳父吃，不做给我吃呢？我把点心盒子递给他。侯爷怎么连我爹的醋都吃？家中还有很多呢。不过您先尝尝是否对胃口。他拿起来吃了一口，点了点头，称赞好吃。见点心没什么营养，他便没再细查，却不知真正该怀疑的是用来铺在下方的油脂。晚饭后，我爹送我出府，他看起来很担心。我知道他担心我因为怀了孩子就会对枕边人心软，可怎么会呢？眼前这个温柔的人，可是用他的双手杀了我嫡姐的凶手啊！自从我有了孕，温景对我开始信任了，有时候连书房都可以随意出入，我什么都没动过，只是做了2次恶作剧。他喜欢没有心机、爱他入骨的女人，我就是这样的女人。终于我查到了那2个男人的身份，一个是城外云霄山的土匪头子方烈，常以商人的身份出入京城，另一个则是陆林头目，做的都是杀人的买卖。但他背后的身份是成安陆家的嫡次子陆完，也是我嫡姐最初定下的第一门婚事。但我爹查到此人不学无术，还背了人命，就直接退了婚。通过这2个人的身份，也查到了当年的真相。他们为何会动手报复我的父亲，虐杀我的嫡姐？原来临安侯府的一切不过是用我嫡姐和其他人的性命换来的。正在这时，文景从外面匆匆走进来。不好了，岳父大人出事了！怎么了？我爹出了什么事？你莫急，据说是在殿上顶撞了皇上，被暂时停了职位，关进大牢，不知道何时才能放出来。这该要怎么办？侯爷，你有没有办法帮他疏通一下，让我爹能不必再受处罚？我颤抖的哭着，满脸无助。他皱了一下眉，最后还是答应了。好，你不必急，我自会想办法的。只是需要一些银钱来打点，咱们府上还是有些难处的。我知道父亲的掌家依稀在何处，你只管拿去用。这些我也不懂，只能依靠你了。我一边说一边哭，他随意安慰了一下，就去办事了。夜里我又惊又怕，睡得极不安稳。他便给我用了少许迷香，可是我明明感觉到自己差不多是秒睡的，但很快我就醒了，因为我在这之前服过解药。耳边听着窗口有人在讲话，真是直大飞扬。以前是我狭隘了，还不让你娶的，没想到一下就吃得饱饱的。等这事完了，能不能也让我弄一弄你的女人，就和当初折腾她姐姐一样？不行，为何？我们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。你不要忘记了。我听着，温景半晌没说话，手已经暗自握紧了被窝里藏着的刀子。现在不行，她怀了我的孩子，等孩子生下来，你要喜欢便拿去用好了。果然会这样，女人于她而言，连件新衣服也不如。既然如此，我已经想到了一个可行的计划。有一天，我和那个陆完在花园相遇了，我一个没站稳，扑在了陆完的怀中，他趁机占了我几分便宜。我惊慌失措地跑开，躲起来，暗自垂泪，一副楚楚可怜的神情。温景问我为何如此，我就将被陆完非礼的事说了。他是你的朋友，我也不敢声张，但他对我举止轻浮，对我动手动脚的说，孕妇的滋味也挺不错，若是等肚子再大些倒可以。倒可以。我说不下去了，泪眼婆娑地望着他。侯爷，你保护我们的孩子好吗？至于我，等生下孩子，我便以死谢罪好了。温景怔了一下，然后安慰我说不必在意，他会为我报仇。我不相信，但是我却知道他为人疑心相当重，对这个孩子也是相当重视的。既然重视，那我肯定要拿着孩子做文章的。等我家的钱被他们洗劫的差不多，只用了少部分的银钱作为打点之用，总算是将皇帝哄得差不多。我爹很快就要放出来的时候，变故陡生，那个陆完突然间发疯似的来打劫侯府司库，结果被温景当场射杀于库中。他想不明白温景为何突然间要置他于死地。为什么？温景并没有回答，而是抱紧了吓坏的我。别怕，现在我为你报仇了。我的宝宝安全了。我装作很害怕的样子躲在他的怀中，可是就在他不注意的时候，我向那个在地上挣扎的陆完露出一抹冷笑。他瞬间明白了，是你。很可惜，他只能喊出这2个字，便直挺挺的咽了气。温景的眼神一下子锐利起来。是你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侯爷，你不应该为我报仇的，他死前肯定恨死你了。我楚楚可怜的说着，温景深深看了一眼，似乎也不再纠结了。死了一个人，他好像没事人一样。次日，我爹就出狱了，但仍然没有恢复原职。我回府与他相见互诉离情之后，我爹便说他要回乡了。爹，你不能走，你走了我要怎么办？侯爷对你很好，
爹对他还是放心的。很快我爹就举家搬迁了。温景得知了这个消息，我明显感觉到他非常开心。几天后有消息传来，说我爹在回乡途中被偷袭，生死不明，我急得差点晕过去。他安慰了我之后，就带人去查明情况了。我趁机找到了他的私库，现在已经满了，里面放着的多半都是我们江家的家产。我娘是商贾出身，嫁妆丰厚，现在都摆在这里。这时一群人闯了进来，这些人就是云霄山的土匪。他们没想到我竟然在这里，我提前安排了禁军埋伏在暗处，我挥了下手，很快就把土匪抓获，也包括那个带着玉簪的土匪头子方烈。嫂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淡淡的看着他，然后将一串钥匙提在手中。你猜我为什么在这里？有没有想过你另一个兄弟是怎么死的？是不是温景？是不是他想除掉我？是啊，本来是让我带人当场将你诛杀，但是我觉得你毕竟是他朋友，总该有话要留给他的。很好，那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我摇了摇头。这里其实是你家侯爷的私库，这里都是他从你家黑来的东西。他只用了不到1000两银子，买通了宫中贵妃，为你父亲说了几句话，别的东西都拿到黑市换成了银子。还有你父亲能得罪皇上，也是他暗中使计，明知道皇上在意什么，还让你父亲说了错话，当场让皇上下不来台。本是想让他死的，没有想到只是罢官而已。他有些疯狂，把我那夫君做的事都抖了出来。你胡说，你就是想诬陷我夫君罢了，他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呢？你知道吗？你现在是认贼为父，知道当年是谁害死你嫡姐的吗？你又想胡说什么？因为当年就是他杀了你的嫡姐啊！当年我们一起结了官银，你父亲差点就查到我们这里了，还为此抓了我们几个活口。空口无凭，我可不相信你说的是真的。当然有，我这些兄弟都能给我作证。其实我们这个山头从一开始就是林安侯一手创建的，而我不过是山中的2把手而已。还有这个私库，有一处藏着我们的往来账本，你可以取来看。我让人取来翻了几页，果然账目繁多。现在你可信了？我们杀你弟姐时，可是3人一起上的。闭嘴！皇上，您都听到了吧？这就是当年官银的去处和我复仇寻求的真相。没一会儿，里面走出了当今皇上与商人打扮的我爹。做得好，抓捕林安侯的事就交由你办了。是，皇上，臣女有一个请求，可否将他们的头颅都交由臣女处置？可以。多谢皇上。这时那个男人才反应过来。你骗我，这是个局！林安侯想算计我，其实是你！禁军把他按跪在地上，他无法挣脱。我爹在后面开口：“我来吧。”不，让我来。我知道他们这群禽兽是如何对待嫡姐的。于是我爹陪着皇上离开了。我从他的头上拔下了玉簪，一下子刺入了他的左眼。你当初对我弟姐做过什么？我记得清清楚楚。当时我就在马车下面，没有想到吧？我忍了这么多年，就是想报仇。他嚎叫不止，我嫌弃太吵，让人割了他的舌头，再挑断他的手筋和脚筋。原来你也是怕疼的呀！当初我弟姐可没你叫的这么惨。这玉簪果然还是沾血的时候最美，尤其是沾着你的血的时候。哼！接着我让人先断了他一只手臂，然后再将头慢慢的割下来。报完了仇，我心中非常的畅快。我哼着小曲回到了侯府，摸着已经凸起的小腹。宝宝啊，你父亲马上就要回来了，到时候我要怎么折磨他才好呢？真是好期待啊！我知道温景已经有所警觉，想要让他踏进侯府有点难，所以府中上上下下我都没有动，就和以前没什么不同。府中多是他的人，就连伺候我的丫头婆子都是。最近我身边的人都会突然间出府，又突然间回来。在多番试探之后，他终于悄悄回来了。当时我正歪在榻上看着书，神情有那么一点忧郁。他就这样走进来，脸上仍如过去一般温和。我惊喜异常，一下子就搂住了他的腰。侯爷，你总算回来了，我爹怎么样了？是不是有危险？他紧绷的身体稍稍放松。对不住，并没有找到他的人，但这也是好事，证明他逃出去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侯爷辛苦了。还没有吃饭吧？我这就让下人为您准备。很快，饭食被端了进来。温景看了一眼，这些人都是以前熟悉的，都是他安排的人。于是他安心的坐在桌前进食，我陪着他一起用餐。温景见我吃得慢，便开口询问：“怎么吃得这么慢？不好吃吗？”他语气中带着一丝怀疑，连筷子都停了。侯爷，我都吃过了，就是想陪着您一起吃。他放心了，吃下了2大碗饭。突然间，他捂住自己的小腹，额上见了汗。侯爷，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吃多了肚子不舒服？
温景单膝跪地，指着我咬牙切齿：“你下了毒？不可能！明明他们都是府上的老人。”是啊，都是府上的老人，可是你怎么就能确定他们会100%对你死忠呢？人总是有弱点的，只要找到击破就是了。他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了。只用了几天，你竟然收买了这么多人！你一直都是伪装的。温景已经没有能力站起来了，他现在能跪着讲话都是强撑着。对啊，我一直都是装的，爱你也是，你不也是吗？娶我不过就是为了我丞相府丰厚的钱财罢了。这时，外面涌进来许多禁军，他们隶属皇上，而带头指挥的人却是我爹。他从外面走了进来。今日这大概是我嫡姐与我娘死后最快乐的一天了。李安豪，你勾结土匪夺取朝廷赈灾官银，又涉嫌杀害我长女，还有无数罪名。你等着佛诛吧！原来从她嫁给我开始，就是你们父女为我挖的坑吗？只是没想到你竟然把唯一的女儿也舍了出来。舍出来后悔啊！你可知道我想杀你很久了，可惜啊，直到宫宴上我才听出你的声音，这真是天赐良机，我肯定要抓住！我爹可能不想看到我再疯下去，便下令带走他。有人拉着温景向外走，他突然间转头看着我凸起的肚子。等等，我与夫人有话要说。夫人，你我恩怨暂时放在一边，你腹中的孩子是无辜的，可否将他生下来？原本今天是最开心的一天，所以就容许他在我面前多说一句话，可他竟然说出这样厚颜无耻的话来，我的脸色从微笑变成了冰冷，完全不明白他是用什么样的心情说出这种话的。夫人，你不是说你最喜欢自己的宝宝了吗？只要你让他活下来，我做什么都行。他跪在地上对着我磕头，求我饶了他的孩子，态度诚恳，十分虔诚。我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笑了笑，然后转身走向一边的雕花木桌，这东西十分沉重，摆在那里，一个成年男子都无法轻易移动。然后我退了几步，猛地挺着肚子撞了上去，这一撞，我疼得头上的青筋都凸了起来，眼瞧着鲜血染红了衣裙，我笑得越发疯狂。来呀，看看你还在挣扎求生的孩子，真疼啊！感觉他马上就要离我而去了。来人，快叫大夫！我爹慌了，而我仍然面无表情地刺激着温景。当年你们怎么凌辱我弟姐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竟然还妄想让我替你生下孩子。我是来报仇的，不是来生孩子的。将人拉走，送入天牢。不，你这个狠毒的女人，你怎么可以变成这样？明明你那般的温柔，那般的爱我。当晚我喝了大夫开的药，依然疼了半宿，直到半夜，那团血肉才舍得从我身体里滑了出来。我虚弱的一笑，让人用小木盒装上，然后送去天牢，送给林安侯。据说他在牢里发了一夜的疯，哭嚎到了早上。他本就身中剧毒，再加上情绪如此大起大落，当场吐血晕倒了。我爹次日来看我时，便说让我快些好起来，等到审问林安侯时，希望我也能在场。爹，我会好起来的。现在与我回家吧，这里马上就要被抄家了。不，我要在这里亲眼看到整个侯府的没落。他不是一直很骄傲，认为自己能把这侯府支撑下来吗？也不知被炒了家，他有何感想。随后我爹就带人去抄家了。别看他是个书生，但是这次却没有半点手软。这是仇人的家，还是害死很多人的凶手，连朝廷的银子也敢动。同时陆家也受了牵连，在同一时间被另外的人带着抄了家。公审时我就站在堂下，他跪在那里神情颓废。他看到了人群中的我。为什么我对你那般好，从来不曾亏待你，到底还有什么不满？竟狠心到要杀我的孩子，那也是你的孩子，你怎么舍得？你这个毒妇！宣城13年，你们3人恶行，私吞了朝廷拨下的赈灾银两，致使数万灾民流离失所，最后有2000多人因此罹难。宣城14年，为了阻止我爹查下去，你们在大福寺山下拦下我与弟姐的马车，弟姐为了保护我，让我躲在车底暗格不可出声。你们当时杀害我江家整整25口人，虐杀我弟姐，甚至连具完整的尸身都没有给他留下。我一口气说完这些，旁边的人都以义愤填膺起来。我弟姐当年不过豆蔻年华，年轻貌美，你们这种人怎配有孩子？所以我要亲手杀了他。谁知他多年以后会不会想着为你这个父亲报仇，或是也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？你不配有后。等我说完，外面的人都跟着大喊。是我输了，没有想到我兢兢业业这么多年，却输给了你一个女人。你没有输给我，你是输给了自己的报复心和贪心，想着娶了我，整个丞相府的东西以后不都是你的？如若不是这般贪婪，现在我已经是个死人了。我一下子拆穿了他的所有心思。没有想到你才是最了解我的人，或许你是喜欢我的吧。
这是我今天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了。你是有多大的自信，认为我会爱上一个杀害我弟姐的罪人？每天在你身边，我想的都是怎么杀了你。我冷冷地说完，堂上的大老爷已经拍下了一声惊堂木。他被判了斩立决，等他处斩那日，大家都等在路边，我也来了。有一些热心的大娘塞给我几颗鸡蛋，让我用来砸那个渣男。光用好鸡蛋不解气，这是我家存了好久的臭鸡蛋，闺女你拿着砸，这好鸡蛋留着吃多好。还有人送我一些烂掉的菜叶，味道很冲。谢谢大家。整条街上的人都准备好了。这时温景被官兵用镣铐牵着走了过来。是的，是走来的。一般为了保护囚犯不被路人打死，多半都是用囚车的。看来这是我爹的手笔。我直接将一个臭鸡蛋扔了过去，正中他的眉心。我哈哈大笑，觉得从来没有过得开怀。街上的人也有样学样。很快温景就被押送到了刑场，亲眼看着他被斩掉了头颅，然后我让人把他的头收了起来。这是皇上给我的特权，盒子还在滴着血，我已经不在意这些了。我急匆匆地来到郊外狄姐的墓前，那里已经摆了2个雕花盒子。我将手中温热的盒子放在了狄姐墓前。这是最后一个了，当年杀你的人如今都到齐了，望你在天之灵能不能稍微安息一些？对不起，晚了这么多年。这时我爹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。我已辞官了，回去做一名教书先生便好。当年是我对不起你们姐妹，还有你娘。爹，我与弟姐从未怪过你。弟姐死前，他们给过她活着的机会，只要她在你的酒中下毒，便可放她性命。可弟姐不从，她说你是为国为民的好官，将来会将他们全部绳之以法。我爹听完就蹲在那里痛哭出声，我陪着他一直到了晚上才往回走。夕阳的余晖下，狄姐墓前的3个盒子显得诡异得很，就好似看着3个人正跪在狄姐面前认错。1年后，我与父亲回归乡野，与爹爹一起教书育人。5年后，我再次回到狄姐墓前，那3个盒子仍然在。我打开装着温景头颅的盒子，看到了，我现在还在好好的活着呢，而且活得很好，很好。等我大限将至，定要将你们3人彻底抹去，让你们永世都不得安宁。这时我爹走上前，轻轻将手搭在我的肩上。妮儿，你看，他指着墓碑上狄姐的名字。你姐姐的名字在这里，她活在我们心里，这就够了。至于他们连被你记到临死前的资格都没有。我爹的话很轻，却像一块石头，沉沉地落进了我心里空了许久的地方。我看着河中的枯骨，又抬头看了看父亲鬓边的白发。是啊，姐姐想看到的真的是这些吗？那股支撑了我这么多年的恨意，在这一刻忽然变得无比沉重。把3个木盒的盖子一一合上，然后用手将它们旁边的泥土刨开，把盒子深深地埋了进去。我卖掉的不是它们，而是我那段不见天日的过去。我挽住父亲的手臂，迎着夕阳向山下走去。身后的罪恶已深埋于黑暗，而身前的余晖正温暖地照亮我们回家的路。